嗨，Renee，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，你好吗？都忘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过生日了。最近想起你16岁的生日，疼爱你的祖父母把你所有的同学都请到家里为你庆生。最后拆完礼物，大家捧着蛋糕，围坐在祖父的身边，听祖父说着抗日的事迹。后来你出国念书，21岁那年，你跑进了 liquor store， 仰起头骄傲地把驾照放在桌上，大声地说：“我今年21岁，我要买酒，我合法了。”那个店员根本没有检查你的驾照，就笑着卖给你了。然后你宿醉了3天。现在跟你说话的那些人都已经成为过去，离开了，而你自己也有了很多精彩的过去，因为你终于懂了，人生本来就是醉一场。嗨，Renee，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。这个阴雨绵绵的下午，翻开20多年前你写给自己的信，上面写着：“不要忘记现在的样子。”我依稀记得你鼓足了勇气，告诉一生军旅的祖父母，你要放弃学习15年的古典音乐，你要唱流行歌了。祖父母无言的泪水。你信誓旦旦地答应他们，给我3年的时间，不管成不成功，我都会离开娱乐圈，回来当一个钢琴老师。谁知道3年过去了，你连1张唱片都没有完成。然后左3年右3年的过去，支撑你的是耳机里那发热的音乐。你疲惫，但却安静而快乐，因为你相信，有一天你自己的歌也会在陌生知音的耳边响起。然后你真的有了自己第1张专辑，第1部电影，第1场演唱会。就这样一晃20多年，这些日子我看见你开心、沮丧、骄傲、挫折、疑惑、低落，然后你停下来了，你不得不停止唱。你说自己相信，别人才能相信；自己感动的，才能够让别人感动。那些你曾经唱过的歌，谁敢说那不是爱的证明？你记录了自己岁月青春，也许也寄予了某些听者的情怀。不管那情怀是否走远，歌声回荡在岁月里，流连再流连。非常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，为我们这个念诵会做了一个这么好的开场，谢谢。青春呐、对对，其实奶茶你刚刚念的时候，我就在听啊，就像你那个时候，你讲你一直在等你做第1张唱片，你等第1张唱片等了多久？3年半。3年半。但是我觉得，就应该说，我去拍张姐电影之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反而有一种觉得发不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因为我好像在录音室里面，我得到的快乐其实也很快乐，但是确实我现在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那个等待的过程，一直 support 我到现在这个。那也是因为我们在做我们喜爱的事情。我觉得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爱的一个工作或者喜爱的东西，你是不会放弃的。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过很多爱情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今天
特别请了几个朋友来念他们所写过、他们经历过的爱情故事。你要当兵的时候，你们只在周末约会。后来，你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，每个月还是可以见面。你意外考上了研究所，他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每学期都会来找你。”他意外考上了研究所，在欧洲，而你也可以去找他玩，说陌生的语言，看异国的雨。后来，你回到台湾，一个人生活，破裂，煮咖啡，喜帖上的他依然笑着，只是这次，他说：“抱歉。”有段时间，无药可救的脆弱，听到所有若有似无的，都能让我落泪。在充满人潮的捷运里，也感受不到自己，好像在全世界，我都大哭过一场。在那些脑袋没有讯号的时候，打公共电话给你，但每次我都没有投钱，深信有天会打到把你的号码忘记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. Please check it 我爱你 and dial later. 依然犹如昨天。奶茶，又是一个后来，你这段感情在你的人生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？我自己会说，我的前半生从我31岁的时候结束了，31岁之后是后半生。现在还是朋友吗？好像是朋友，还是好朋友。还是朋友？他已经有家庭，有了一个孩子了。你的那段情还是朋友吗？还是不能再见面了？他把他的工作室搬到我家附近，所以我有时候会不小心一直看到他。我觉得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终于不想再叫住他了。而且我后来也终于把他的电话号码忘记。我发现我忘记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突然间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亲爱的老公，我喜欢看你弹吉他的样子，既郁闷又开朗，既内向又冲动，让人捉摸不定的你好迷人。我喜欢你每天睡前帮我按摩，即使我们在吵架，你仍然拿着乳液坐在我旁边预备着，好幸福。我喜欢你对音乐的热爱，你有老婆100%的支持，加油！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决定要结婚的那一天，看见彼此的名字出现在身份证上，还有看见验孕棒2条线的那一刻，都很让人难忘。我们是一个家，谢谢你成为孩子的好爸爸，谢谢你成为我的另一半。还有，脏衣服记得放洗衣篮，谢谢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王辉，听说你写东西，然后你也会写歌。你有为老婆写过歌吗？有些很多，可是他都没有听过。都听啊？我没有听过。没有听过。就他唱给自己听啊。
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首歌是特别想唱给老婆听的？我有，就是比较难过的，就是刚开始我们认识，然后他去洛杉矶的一段时间写的歌。你那个时候出国，对，你不要他了那个时候。本来然后因为我已经计划好，就是要就去美国可能念书工作，但是我确实去了1个月，但是就是每天呼唤他每天呼唤着我，他怎么呼唤你？就是一直打电话吵他。对我也没办法啊，就让他不吵，我也会回去，就是很想就他嘛爱上了，爱上就没有办法，爱上了就没有办法。所以你那时候有写一首歌给他吗？有啊，我要听。 OK。好，老婆来。太平洋旁有我和你，听着海浪笑的声音，寻找消失已久的爱情，这一次要勇敢的追寻。东海岸上你我老婆，从第一眼见到你，就被你那迷人的眼神给吸引，喜欢你那充满好奇的生活方式和单纯善良的心。远方的你是否也看着同一颗星？很谢谢你当初选择留下，虽然我很穷，又没有什么大成就，但你从来都不放弃，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给我支持鼓励，让我能勇敢地做梦下去。而我一直很想带你去度蜜月，但因为结婚后马上就有了小孩，所以时间也就全部给孩子。到现在，但希望不远的将来可以和你去一个我们很想去的地方，去完成当初要做却还没做的承诺。就在我身边，说我爱你。第一次听吗？哦，对，真的吗？嗯，以后就记得这是你们两个的歌，有记住了，记住了啊。会唱了。子涵，你听了以后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觉得他们就真的很幸福、很甜蜜的感觉。对，我都好希望你也很快可以找到一个让你可以这样子幸福甜蜜的男友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然后我就会在你的那个自拍的照片上面看到多一点的笑容，会不会？有可能哦。听完以后他们的诗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就是很好啊？只是很好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。我刚刚听到张姐跟你讲说加油的时候，我在后面就想说，这种事怎么能加油？就是没有啊，可以啊，就我们我知道你是说他来了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了解，就是当你低落的时候，你看到很幸福的人在下面，你就会觉得，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然后对啊，你们就很幸福啊，就因为那就是阶段，那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。至少我觉得你们很开心一点，就是你们开始可以用到文字。对，有时候你写一写，尤其你念一念，这世界上一定不会是只有你孤独的。其实呢，我有一封信是我写给你的信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是我写给奶茶，最近写给奶茶的那你信。不要念给他们听，我们私下不行，不行。OK， 来，请坐。
我站着了，我洗耳恭听。OK， 这个是给亲爱的奶茶。以前总是你听我说，现在是我听你说。你告诉我该如何和现代的环境接轨，你告诉我该注意些什么，你告诉我该如何保护自己，你告诉我一些好玩宝贵的提议和做法。然后偶尔你会加一句说：“张姐，那我就直说了哦。”你不用担心，我一点都不在意，因为我喜欢听你说，我喜欢听你说，喜欢听你唱，因为我听到了你的自信，我听到了你的快乐，我听到了你的幸福，听到了你多么自在的，就是做你的刘若英。那天你提到我们应该再拍40、50、60，唉，那应该就是你是导演，我是你的演员。奶茶，请你相信我，心中有爱的人，永远生活在快乐当中，在创作上也永远不会干枯，青春也不会离开你远去，它一直就在你的心里守护着你。张姐祝福你。青春，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青春就是恋爱吧。我跟阿美交往大概差不多前几天刚600天，然后我觉得他为我做过最痴狂的是，他之前跟我家住的距离大概有骑那个小摩托车，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，还要从海港到市区接我上，然后一起上班，就是车程1个小时。然后他是每天从我们交往到现在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载我去上班，然后再载我下班回家，然后他再自己骑车1个小时再回去他的海港温馨的家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对，我会为了一个女生去她楼下等1个晚上，然后就是等她原谅我那种。在高3的时候，就是当时有个高2的学妹向我表白过，但是我因为高考的原因，就是觉得高考比较重要，就是将她拒绝了。我为爱做过最痴狂的事情就是，远离自己的城市，去我男朋友的城市发展。做不完的题，还有暗恋的人，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吧。打游戏网恋了一个对象，然后奔现的时候被拒绝了，然后再过小半年，他就跟另一个男生一起网恋了。可能那个男生打游戏会比较好一点吧。特别的喜欢一个男孩子，但是一直没有敢表白。因为当时觉得很怕表白了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我们昨天晚上吃了一个甜品叫炭烤榴莲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像青春一样的，特别甜，味道特别，然后难以忘怀，但是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觉得张姐是个距离我很遥远的人。老师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吓我一跳，没想你这样上来。对。哎呀，我这时候怎么这么好看呢？真是啊！我最后悔的选择是拒绝了人生中第一个跟我表白的男孩子。VIP 会员每期专享惊喜彩蛋，更多高能片段等你解锁。由兔 APP 聚合海外影音潮流，上微博参与《念念青春》官博联合微博纪录片的青春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什么？互动征集活动，赢节目惊喜周边。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纪录片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对，而且我真的会非常的对我的另一半好，好多人不珍惜，看不到我的好。会的，哎，对你相信。